给孩子喂饭，酒局里服从性测试的强制灌酒，为什么有共同的底层心理？如何温暖有爱地回应孩子发出的互动呼唤？人际互动中，如何给别人高质量的回应？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为什么非得喂胖孩子？喂养孩子中的权利。哭声是婴儿的呼唤，你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为什么非得喂胖孩子？喂养孩子中的权利。总想往孩子嘴里塞东西，看着孩子傻傻地吃东西就很开心。老人的这种行为既可能因为他们童年时太饥饿，所以心里住着一个口欲严重没有得到满足的内在小孩，逼孩子吃东西只是这个内在小孩的投射，也就是他的内在小孩很渴望吃太多，但这不是外在的真实孩子的需求。也可能是他们想爱孩子，但其他方面不知道怎么做，而觉得自己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喂孩子吃，并且我给你吃的你要欢快地接受，还要在身体上展现出来，那就是变胖。这样我才觉得我爱的意志通过你的吃相和胖传递了出去，被你接受并得以证明。于是我不仅感觉到爱传递出去了，还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在你身上得以展现了，这就是权力感。其实我可能也有类似的心理，比如看到我家加菲猫大眼儿，就有一种难言的满足感，抚摸它，拥抱它，揉捏它，小小的虐待它时特别有感觉。因此我有点理解了为啥大胖小子那么受欢迎。喂养中，如果老人或父母太有权力欲，那么孩子拒绝起来相当不容易。或许来源是这种喂养中本身藏着一种逻辑，那就是我喂你，你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否则就不是好孩子，而我会很愤怒。而进一步的信息则是，我喂你的是好东西，你怎么可以拒绝呢？这种你必须接受我喂的东西的威胁意味，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空间。我喂你，你必须接受，这种威胁是类似喂养中的关键问题。目前为止，这方面最夸张的故事是从保姆那里听来的，说是我们小区的一家，妈妈和姥姥都很能控制。饭桌上，他们盯着孩子，孩子必须得把饭吃进去，哪怕吃进去再吐出来。结果孩子吃一口吐一口，都吐在桌子上，很恐怖的画面。轻一点的故事，如一位妈妈有一个很乖的女儿，女儿有时吐奶，而妈妈会很暴怒，并控制不住地打女儿。她觉得自己被攻击了。宝贵的奶水作为她自身的一部分，简直是最好的东西，但就这样被女儿糟蹋了。女儿主动吐奶有攻击妈妈的意思。客体关系心理学说，妈妈的乳房是婴儿的第一个重要客体，婴儿的爱与恨等心理都会展现在他和妈妈的乳房之间，所以攻击妈妈的乳房并不罕见。但妈妈需要的是暴斥婴儿的这份愤怒，而不是报复。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攻击性是人类的一大动力。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婴儿最天然的生命力，也是最原始的。如果妈妈在孩子的生命最初就报复孩子的攻击行为，那会导致孩子在婴儿时就学习到要压抑自己的生命活力。很多网友抨击了我的这个说法，或许他们认为婴儿像是天使一般纯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攻击，所以这是误解了婴儿，并说婴儿吐奶很常见，准确地说是婴儿翻奶汁很常见。但孩子有点使劲地主动吐奶，这的确是在展现攻击性。吃奶对婴儿来讲是头等大事，他们会通过吃与吐、吮吸与咬乳头等行为表达对乳房、乳汁的复杂态度，就像我们成年人在爱情中对最在乎的人的种种复杂态度。婴儿并不是没有恨意的纯洁天使。对婴儿与乳房关系进行观察研究，是客体关系心理学家们的一个重要工作。他们并不是凭空创造理论，这些说法并不是我的原创。我要这么有观察力和创造力，那就太好了。围绕着喂养孩子这个话题，刚才我谈了2个故事，而网友们则分享了更多的故事，可以见到其中的权利位。第一个故事，有一位亲属，小时候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外婆就拿一把菜刀、一条扁担放在桌子边，
然后他就大哭，最后发展到厌食，一到饭点就哭，一口饭能吃半天。就是这位外婆拆散了女儿的几段缘分，找了个她看得上的让女儿嫁了。数年后，那个老太太看上的女婿出轨并且家暴，女儿受不了离婚了。第二个故事，一位幼儿教师告诉我，他的幼儿园里也有2岁多的孩子，家里老人家坚持让喂糊糊，后来带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吞咽能力只相当于9个月的婴儿。一位儿科护士长告诉我，这是肌肉费用性萎缩。第三个故事，邻居1岁半的男孩会自己吃饭且喜欢自己吃，家里认为他吃得很慢又吃得很少，把饭菜全部搅成糊糊，用奶瓶喂给孩子吃，孩子往往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旁人力劝无效。听到这个我心生恐惧，对孩子以爱为名施加控制的家长是不惜逼孩子退行的。难道在他们的世界里，听话比长大更重要吗？妈妈经常说，在哺乳期时，有一次我咬了她一口，她疼得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断了母乳，再怎么喂也不喝了。从小和妈妈的关系就很疏离，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在。更让人不解的是，她还引以为豪地到处炫耀，这是什么心态？真让人恶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母亲吧。我家隔壁的奶奶是这样喂她孙子吃糊糊的，她坐着并夹住孙子的腿，左手托着头顺带抓稳手臂，然后打他一巴掌，他一哭就喂一勺，咕噜咽入了，刚张嘴要哭，又一勺进入了，吃得满头大汗，还经常噎到。老人家很雷厉风行，说是没空给他一口一口的喂。他孙子现在6年级。最后这个喂糊糊的故事，其恐怖程度超出了我听过的那个变态故事。为什么老人非要喂孩子糊糊？糊糊是奶水的替代品，老人坚持拿奶瓶喂糊糊给孩子，或许有这种含义，那就是我也可以给孩子喂奶，虽然我的乳房没有奶。所以与非要喂糊糊相对应的是，这样的老人很容易反对妈妈坚持母乳，对此有各种焦虑，这是权力之争。反对母乳喂养是在剥夺妈妈的哺乳权，而用糊糊喂孩子则弄得自己像能喂奶似的。中国一代代的玩隔代抚养，真是有很深的含义。突然有了一句感慨，人类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都可能会发生权力之争，所以民主自由极为重要，其核心价值就是在自己的事情上自己说了算，而在共同的事情上则都要有参与博弈的资格。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能力，都必须学习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孩子，特别是婴儿，他们不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就需要我们去敏感地捕捉并尊重他们。越能看到他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自己的权利欲就会越少。哭声是婴儿的呼唤。1岁前的婴儿，特别是6个月前的婴儿，遭遇特别有效的哭声免疫法，果真变成了一个可以独自安静睡觉的婴儿，他的心理会是如何变化的？这一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因为婴儿无法说话，并且除非是极其罕见的个案，否则婴儿期都是没有记忆的。不过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有记忆了，比如3岁后的孩子。正好一位来访者 W 对于哭声免疫法有清晰的记忆，他是在幼儿园时被这样对待的。通过他的描述，可以看看他心理的转变，以及这一事件对他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先说明一下，大人对他使用哭声免疫法时，目的不是为了让他独自睡觉，而是听话，不提无理要求。W 遭遇了一件不公正的事情，有面临官司的危险。一直以来，他是一个不惹事、很乖的中国典型好男人，而这件事还反映出他非常胆怯。这件可能的官司有要把他压垮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他无法振作起来，将这件事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推动。一次咨询中，我们探讨了这种被压垮的感觉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聚焦感觉？探讨一个人的感觉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逃避外界压力时，同时逃避的是内心不愿面对的感觉。因为不愿面对可怕的感觉，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处理外界压力，但一旦能面对一直逃避的感觉后，就可以理性地处理外部事物了。讲一个故事吧。几年前，曾经为一个事业单位讲课，课后一位经理对我说，有一件事想和我谈谈。这是很传统的事，他有了一个女儿，而他的父亲觉得没有孙子就简直活不下去，所以逼迫他务必要生一个儿子。可是第一，他爱女儿；第二，他爱老婆；第三，
如果生第二胎，他不仅会丢工作，也会给整个单位带来严重的影响。第四，谁知道第二胎是不是男孩？所以他不想要第二胎，可是他怕父亲。从小脾气就很容易失控的父亲就经常打他，打得堪称残酷，让他对父亲的恐惧深入骨髓。他不敢和父亲对峙，而是虚与委蛇，使用拖延等办法，期待父亲改变主意。然而他躲得越厉害，父亲就越暴躁，几次在狂怒之下砸了家里的一堆家具。更严重的是，他对儿媳和孙女发出了生命威胁。该如何处理这件事？那时我还没有做咨询，于是叶一力提了10来条建议，但被他一一否决。他就像一个枪毙点子的机器。最后一个建议被否决时，我突然有窒息的感觉，并觉得酒店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体会这份感觉，这种氛围，我明白，这是极度的恐惧。也就是说，这位经理的真正问题是，他被藏在内心的对父亲的恐惧抓住了，这份恐惧支配了他，让他不能聪明而灵活地处理此事。我让他体会这份恐惧，深深地体会，回去继续体会，并学习跳出来，看看这个被恐惧抓住的小男孩。这次业余的咨询以此结束。后来又有一次遇到他，他说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一回到家，父亲就对他说，和你们住在一起太难受了，我要回家。父亲要求他在老家买一栋房子，并支付比较高的养老费，然后父亲就回去了。这种转变后来也屡屡见到。当你恐惧并想逃避恐惧时，他们就去碾压你；但当你试着和恐惧在一起，甚至最后化解了恐惧时，他们就自动停止了碾压。当然也必须得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别把这个当作金科玉律。但至少我们要知道，当你处于某种不能承受的负面情绪时，和这份情绪在一起是极为重要的。回过头来说 W， 他说近1个月来，他简直由内向外冒寒气，所以一直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可还是冷得总打哆嗦。广州正是冬天，但真没有这么冷，而且广州的冬天有时可以高到20°C，所以这份冷不管生理上多么真实，同时也是心里的冷。我请他闭上眼睛感受这份冷，一闭上眼睛，他立即有想哭的感觉，并将手放在心口，说寒气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我说就将手放在心口，将注意力集中到那儿，去体会那份寒冷。他也这样做了。体会了一会儿，我再问心口是什么感觉，这份冷是怎样的。他说心口在痛，那里有一个像墨水一样黑的黑洞，不，墨水都不足以形容，那简直是纯粹的黑，是一个无底洞，要将我吸进去。我再问这份感觉如果用一个画面来描绘，你会想到什么？他说我很冰冷，很孤独，可是我一个人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很无力，就像是一个冰冷的注脚，可以轻易地被任何人抹掉。我再问这份感觉，这份画面会让你想起什么样的事情？他说他想起了儿时的一件事。一说到这儿，他的眼泪一连串地掉下来。那是幼儿园时的一个晚上，他住在爷爷奶奶家，像无数中国孩子一样，他也是隔代抚养中的一个。爷爷奶奶不光带他，也带其他2个孩子。那天父母也过来看他，这是他最渴望的事。忘了是为什么，他哭起来了。他们家的大人如某些人建议的一样，达成了铜墙铁壁般的一致，他们都坚决同意对他使用哭声免疫法，也就是对于他不合理的要求一概不理，任他闹，直到他自己停止哭泣。用这个方式让他明白，通过哭闹要挟大人是行不通的。他一直哭，哭到晚上9、10点时，父母走了。他很想说妈妈你别走，可看到所有大人都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说不出来。然后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继续哭，客厅里没有灯，很黑，直到将眼泪哭干，又不知坐了多久。最后奶奶拉他回去睡觉，而爷爷、叔叔和婶婶没有一个人理他一句。从此我就明白，我必须得不哭不闹听话，才能免除被抛弃。W 说，小学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件事，这次是在父母家，但他其实是偶尔从爷爷奶奶家回来的客人。也是忘了为什么他在哭闹，父母一样任他自己哭闹。他还记得那个晚上，家里的木门以及木门外橘黄色的微弱灯光。这次是夏天，可是他觉得很冷，冷得发抖。最后
也是停止哭泣后，妈妈把已经蔫掉的他拉回去睡觉。他讲这2个记忆时冷得更厉害，并且说胸口在沸腾，可是像制冷剂不断向外冒寒气。在房间里，我一样也感觉到冷。那一天是晴空万里，一团冬日暖阳正好打在他的身上，但他说好久了，连阳光都是冷的。 W 很清楚，这个黑洞，这份冷就是被抛弃感。用我的话说，这就是孤独与绝望，是必须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搞定的感觉。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家族其实有一些权力人物，在中国社会中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他的确遭遇到了不公，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能站出来支持他，他们给的方案都是妥协。所谓妥协，他的理解是你自己搞定。对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尽管家族中有权力人物，但他们的自我也是一样被压缩的。他们认为只有生存才是唯一重要的，你的感受与不公不重要，别较真儿，你也要继续压缩自己吧。在中国，学会压缩自己是极为重要的一课，也是生存之道。或许压缩自己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也一样是流行的。有一天咨询结束后，读崔卫平女士的《积极生活》一书，看到波兰诗人卡波维兹的诗《沉默的一刻》，很有感慨。诗句如下：当一只蝴蝶剧烈地对折它的翅膀，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当一只受惊的鸟儿，它的一片羽毛跌进一束光线，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以这种方式习得怎样没有声响地走路。大象用它圆柱般的腿，人们用它的身躯。田野上的那些树木缄默地站立，向那些受惊吓者竖起汗毛。当一只蝴蝶剧烈地对折它的翅膀，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这一句诗特别打动我。哭声是婴儿的呼唤，他们不能诉诸语言，但至少请知道，这是他们的呼唤，而那沉默可能是更深的呼唤。你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呵呵这2个字被一个网络调查评为2013年度最伤人的聊天词汇。则在另一个类似网络调查中摘得桂冠。的伤害力有多大？网友叶呆呆深有体会。她和男友是异地恋，11假期她想去见男友，在 QQ 上告诉他，男友只回了一个她大怒，提出分手。虽然被男友极力挽回，但从此成了他们网聊的禁语。呵呵与等类似的词语为何如此伤人？因为它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回应。你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回应别人向你发出的声音？这是沟通能力的基本。很多成年人感觉到，如果对方没有回应，或者回应不及时，自己的情绪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幼小的孩子更是如此。所以许多客体关系心理学家都讲到了这一点。对幼童来说，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并且幼童获得回应的数量和质量将决定他未来的沟通能力。弗洛伊德的著作《性学三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3岁小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阿姨回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男孩回答，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没有回应就是黑暗，有回应就有了光。不仅要回应，而且回应要及时。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婴儿向妈妈发出信号，而妈妈能在7秒内给出准确的回应，婴儿就没有受挫感。如果超过7秒，就会生出受挫感。如果总是受挫，甚至总是彻底受挫，也就是妈妈基本不回应，那么婴儿就会减少，甚至再也不向妈妈发出呼叫。严重的宅极可能都有这样的背景。这样说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其实准确回应并不特别难。一个网友讲到了他的故事，儿子和外婆玩，我就去洗脸，他疯得很高兴，突然跑过来说，妈妈妈妈。我对他说，妈妈在洗脸。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想告诉我他很高兴。我说，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他了一声就自己跑开了。很多哲学家都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你存在，所以我存在。放到这个故事里，其意思就是妈妈回应了孩子的感受，孩子的感受在那一刻被确认了，于是就存在了。因为妈妈在这一刻是存在的，孩子也有了存在感。如果总有精准而及时，甚至是同时的回应，那就成了最迷人的事情。
电影《铁甲钢拳》对这一渴望进行了最迷人的刻画。11岁的男孩 Max 找到了一个镜像拳击机器人亚当，最终在拳击界创造了一系列奇迹。这个机器人有一个特点，就是100%地按照镜像的方式精准地回应 Max 的动作，这给了 Max 巨大的快乐。如果孩子总处于无回应的绝境，那他长大后就会衍生出很多有问题的沟通方式。一位女子和父亲吵架，愤怒之下回到房间，将门猛力带上，父亲叩门，她就是不开，并且心里有恨恨的快感生气。你们很少回应我，那我也让你们尝尝没有回应的感觉。他的描绘让我瞬间理解了我的一位亲人，他不能和别人好好的打招呼，别人对他说你好，他只是嗯了一声。我们提醒过他很多次都没有用，原来他的心里很可能是这样的，那就是让你们也尝尝没有回应的滋味。这是报复。关于这种报复心，电影《杀死比尔》中有刻画。白门道长跟少林寺方丈打招呼，但没有得到回应，而后白门道长灭了少林。睚眦必报，总是因为太渴望获得所有人时时刻刻的爱与认可。幼儿时总是生活在无回应之绝境的人，甚至会形成这种心理。精确的回应会让他有被瓦解感，因为幼儿总处于匮乏回应的状态下，他早已经弃绝了对回应的渴望，并且在极有限的回应和孤独中形成了一个脆弱自我。这个脆弱自我只有在孤独偶尔有回应的状态下才能保持一种惯性的平衡。但精准的回应会带着深切共情的理解，会瞬间穿透他的自我，唤起他对自我的强烈渴望与恐惧。这强烈的情绪几乎要冲毁他的自我的外壳，这样的人都会成为孤魂野鬼般的存在。在无回应之绝境下长大的人，认知治疗几乎不可能。一位来访者，长时间咨询中我说了什么他甚至听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次精准回应的累积，他甚至能听到我在说什么。这也是因为他幼儿时严重缺乏回应，他的自我几乎没有将他人纳入。每个人能共情别人，都是因为先得到了足够多且足够好的回应。那些安静又孤独的人，既不向别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求别人回应。同样，他们也很难回应别人。一位看上去超安静的女子说，她封闭自己，不求别人关心，也不关心别人。关于童年，她最常有的记忆是妈妈痛苦，她逗妈妈，但妈妈板着脸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一个字的回应之所以险些造成了一起分手，是因为女方火焰般的热情如同扣在了一块冰冷的石头上，只得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回响。许多人可以为恋人做一切奉献，却给不出情感回应，因为他们是在无回应之地下长大的。你讲话的声音如何，也关乎回应的质量。如同我自己，声音一直偏低沉，这种低沉是在压抑自己的声音。我如果压抑自己，对你听见我的沟通一样会打折扣，因为最好的回应是活生生的我遇见你。我曾见过很多人，他们说话时每句话的后几个字音调会突然下降，变得如同蚊子呻吟般难以听见，于是和他们对话就变得太累，因为你忍不住要去听到他的声音。这种回应程度也反映了他曾经获得的回应质量，准确而及时地回应别人，这不容易做到。不过比这一点更关键的是，我们首先得意识到，我们那些关于互动的人格特征并非就是天生的，而是在生命早期形成的，它是可以改变的。妈妈请看着我和我说，3月8日星期二，雨天，今天是38妇女节，在今天我要感谢妈妈每天的辛苦劳动，为她做点事。首先我对妈妈讲了一个小故事，不过妈妈好像不喜欢我讲的故事，一直在看手机。我想也许我的祝福会让妈妈喜欢，于是我对妈妈说了祝福，可妈妈依然在看手机。我更加伤心了，我想这个办法也不行，我来给她捶背吧。开始捶背了，我卖力地给妈妈捶背，可妈妈还是在看着手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更伤心了，准备给妈妈洗脚。开始洗脚了，妈妈终于不看手机了，我的心情有一点点开心。我卖力地给她洗脚，洗完了，我希望得到一些称赞，可妈妈严肃地对我说，今天洗得不错，再重一点就好了。
我呆呆地望着他走出房间，出门前还没忘说一句：快写日记。我的伤心的38妇女节是这样度过的。浙江台州赵女士的儿子读小学2年级。2016年妇女节当天，他给妈妈讲故事、捶背、洗脚，可妈妈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宝宝心里苦，于是就写下了这篇日记。没有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赵女士说，以后要放下手机，多陪陪儿子。看了这篇日记，我想起了来访者的一个故事。这位来访者是企业高管，他的一个问题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非常非常紧张。他紧张的背后是自卑，也就是他总觉得别人都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根据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加上经验和感觉，我猜他和妈妈关系的质量会很有问题。听到我这个推测，他说，怎么可能，我和妈妈再好不过了。怎么个好法？我问他，你能多说说吗？他说，几乎每天回家，他都会和妈妈聊天，从晚上7点聊到10点是很平常的事。他现在已经有30多岁，在他的记忆中，他和妈妈的关系一直如此。听他这么说，我也不禁怀疑自己的推测错了，但还是继续问他，既然和妈妈聊了那么多，那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吗？能不能说1、2个？这个问题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很惊讶地发现，竟然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都没有。这出乎我的预料，我想了解的更具体一点，于是问他，能描绘一下你和妈妈聊天的具体情形吗？他讲了，就和这位小学生日记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并且30年如一日，也就永远是他看着妈妈说话，而妈妈给他一个侧脸，他的脸永远正对着前方，妈妈在听，也有回应，但从来都是心不在焉似的。这让他时刻在怀疑，是不是他讲的事情没有意思，妈妈也不喜欢，甚至妈妈根本就不爱他。讲出这么多具体的感受后，他发现他在普通关系里的那份紧张和自卑，就和他与妈妈关系里的这种感觉完全一致。他也体验到了他和妈妈这样谈话时，他多受伤，多愤怒。回到家后，他向妈妈袒露了这份伤心，并表达了愤怒，痛哭不已。妈妈被震动到，真诚向儿子道歉，接着学习和儿子谈话时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并连接3次。他用心地表达了对儿子的肯定，这3次都让儿子深切地体验到妈妈真的看到了他，真的在乎他，爱他。仅仅是这样3次有质量的回应，就让他有了双脚踏在大地上的感觉。正好他面临着几个蛮大的挑战，这些挑战让他有失控感，比如头晕，感觉自己像是漂浮着的。在咨询中，我让他一次次体验到妈妈这3次有质量的回应带给他的脚踏大地的感觉，而他每次回忆这些时刻都会感动得落泪。后来他战胜了这几个挑战，顺利的不可思议，甚至是完美。看见就是爱，而爱可以如此的有力量。我这位来访者和这位小学生的经历，我相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性的。在我微博上也的确有很多朋友讲到了类似的经历，既有自己在父母前体验到的，也有自己不用心和自己孩子对话的，这都可以理解。因为很多母亲与父亲自己也极少体验过什么叫全神贯注的有临在感的对话，所以他们也会习惯性的将这一点延续下去。中国式关系大抵如此，大家很在乎关系，但关系的质量普遍不怎么样，缺少有质量的回应，缺临在感，缺心与心的链接。但这是可以学习的。试试在某些时刻，在你珍惜的人面前，全神贯注地在一起，用你的全部身心去听对方讲话，你会发现这到底有多美。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为什么非得喂胖孩子，喂养孩子中的权利，哭声是婴儿的呼唤，你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3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